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数感实验室，我是以威。我们会慢慢的带大家进入这个有趣、改变全人类生活的通信世界。电磁波依照频率展现出不同的样态。彩虹的7种可见光和手机发射出来的讯号都是电磁波。光有光谱，我们也可以画出电磁波的频谱。这个频谱呢非常广，如果聚焦在目前无线通讯的这段所谓的无线电频谱，你就会发现说还有很多的细分哦，从 very low frequency 到 very high、ultra high、super high、extremely high frequency， 那基本上都是以10倍为一个区段在分，所以从3kHz 到300GHz 中间差了10的8次方，就可以切成8个频段。第一段 very low frequency 的频宽是30kHz 减3kHz 是27kHz， 第二段频宽是300减30是270，两段的频宽直接差10倍。今天呢有一条公路是2线道，隔壁10倍20线道，车流量一定大很多啊，所以单位时间内一定可以让更多的车通过。日本 NTT 在1979年推出了蜂巢式网路，在都市里面盖了好多的基地台，那邻近的基地台使用不同的频段，远一点的呢则可以使用同样的频段，一口气提升了频谱效益和服务人数。那2G 的手机大多只能够通讯，传传简讯啊、通话啊，直到3G 才有比较好的上网功能。这里同样很多关键技术，但我们今天想专注在其中一项技术演变，就是信号的传输从电路交换模式变成了封包交换模式。这边要先介绍一个重要的单位 ITU， 翻作国际电信联盟。ITU 就是一个这样协调世界各国通信规范的组织。WLAN 就是 Wireless LAN 无线区域网路。那这个是现在主流的用法 ，IEEE 用编号802作为区域网络的系列标准，802.11则是专注于区域网络中的无线区域网络这个部分的技术标准。之前我们用了一支影片专门介绍贝尔，他最为人所知的是发明电话，可是光电话英文叫做 Photo Phone 才是贝尔最引以为傲的发明。虽然是大发明家贝尔最引以为傲的发明，可见光实在太脆弱，而且贝尔的可见光一开始还不是自己发射光源哦，而是直接使用太阳光。那要是阴天怎么办？ PM 2.5 过高怎么办？但是今年2023年7月的新闻，比 WiFi 快100倍的 Li-Fi 无线传输技术 802.11bb 发表。802.11就是我们之前说的 IEEE 制定的无线区域网络标准系列。那这个 Li-Fi 的 Li 就是 Light，是一种运用 LED 进行可见光通信的技术。某种程度上这个技术可以说是光电化的后代。第一台物联网设备可以追溯回1982年，哇，就是我生日的那年，在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资工系的一台可口可乐贩卖机。那后来系所扩张，越来越多人办公室离贩卖机很远，你就想，如果辛辛苦苦走到那边，却发现可乐卖光一定超不爽的。或者是买了一罐可乐，结果不冰，那更不爽。于是工程师们想一个方法，他们改造贩卖机，能及时侦测还剩多少可乐，再把贩卖机和主机连接在一起，写一套程式，让大家可以随时上网查询状态。根据一些网络的资料显示2010年的时候还不到1000颗活跃的卫星，但2018年突破2000颗，2022年呢已经有逼近7000颗卫星了。虽然有无线通信，可是还需要基地台，基地台就需要电、有线网络来连接。那 Google Loom 就是个很有趣的切入，他们想说，我找一颗气球，地表用户把讯号打到我的气球上，气球再找到地表的基地台，就能够让偏远地方的人都能够上网。在2013年就有这么一篇学术研究成果，提出环境电波反射通信 （Ambient Backscatter Communication） 的概念，并且实证了可行性。它真正厉害的是不用发射电磁波就能传输信号，所以很节能。而且因为没有发射电磁波，也就不需要去授权使用特定的频段，所以它可能就会比较适用于一些没有固定电源、传输需求不太大的设备，比方说无线感应网络那种需要撒大量感应器的。有些场景或许就适合。